OK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嘛，会看得到哈，这个 PowerPoint 会清楚哈。好我暂时会先讲这个 PowerPoint 很重要的东西有几个 OK， 这个是 COVID Now 的 website 拿下来的今天哈可是我相信有些人还不知道有这个COVID Now 这个 website， 这个是很准确的一个 website， 我每次都是从那边找很多资料的哈。好，你们先看一看哈，这个 COVID Hospital Admission。就是说，谁中了 COVID 过后进医院的哈，这个是昨天的数据哈，是2034个人进医院哦。记得哈，你看这个表哈，记得这是9月哈，这是上一年的9月，就是我们最高潮的时候，很多我们讲的不够那个仪器一直在捐款的时候这个就是2000多这个你看我们的这几天嘛的过年就February 这里开始哈，过年的期间你看这样高了，上着来哈。然后你可以看一看confirm case， 这个是进医院的 case 中了 COVID 进医院然后你看这里confirm COVID case 这几天罢了，和我们9月差不多了，那时候9月记得吗？全部人怕到要命那时候我们做医生做到想哭这个又来了，我们又开始又在慌了然后虽然这是 Omicron 词典，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担心你看到这条线是直上的吗？这个它是有这个 plateau 的有这个平的地方这个不是它是好像一个山这样子爬上去还没有完的，这个明天还会高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关灯可能会变成了30多千一天，3万多人一天都可能的，你知道吗？这个关灯这个很不得了然后你再看到这个是每一天做 test 的，以前差不多是最高那时候我们一天可以 test 到差不多25万呢，差不多接近25了，24万了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150万了15万了，也差不多是15万了。再过几天它就跟我们一样了。那这个情况就不得了为什么我会说不得了？因为当你很多人确诊的时候，当然是会多人进医院虽然他说他的轻诊他也有重诊好，这是第二个 slide。OK， 这个第二个 slide 你看确诊人数，你看我们总共有32200人，32200人死亡。昨天单日数字单日数字是31个人死亡，10个是 BID 就是10个人在医院外死亡。OK， 10个里面有8个是沙巴人，还有2个是别的州是斯兰可是问题先说，现在沙巴州很高，它的那 case， 可是我们现在这里吉打州、霹雳州，我们的斯兰也开始在爬得上了，很高了，所以我相信这个 BID 的数字又开始回来了。你还记得吗？我们一天最高那时候9月那时候，我们一天大概有260多个人死亡一天260个死亡，还记得吗？还记得现在已经是30多个人一天了如果我们那个 peak 开始高过，你刚才记得我们之前的 slide 这个我秀回来你看这个 peak 这样子高起来的话，然后进医院的人数又是这样子高起来的话，我们的数字呢，这里也会开始要高回来。如果是一天死亡率是500人的话，那是就不得了所以我相信，幸亏我们现在有 booster， 我就希望只是希望这个没有再高上去。他说确诊人数可以高，这个确诊人数可以高可是死亡率呢，我希望就没有这样子高最多高多一点点就好了。这是我觉得 booster 可以造成这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很希望，因为那时候9月的时候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还没有打 booster，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还有人还是打一支疫苗吧。OK， 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有120个人120个人 ventilated， 就是说有插管呼吸气管的，用插管的现在暂时呢 overall 35%的全马35%的那个 ICU 呢是 occupied 了，就是 1/3 了1/3的 ICU bed 已经是 occupied 了。问题是这里是掺的那种没有中 COVID 的也是在一起了如果是说只是说 COVID alone 占了他用了多少个 ICU bed？ 他用了1/4。这个是 ICU， 这是 ventilate， 什么不同呢？ ventilate 是说他有插这个 machine， 用这个 machine 的 OK。ICU 呢，它未必
一定要插管的 ICU 就是说它是严重，可是可能它是用很高的氧气，它还没有插管，所以呢，这个是有4个人在等着，可能他们会进入了这个 ventilator 就是要插管的，可能这里190个都会变成了插管那个。记得现在194个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ICU 的病床的23%， 23%。如果是说再高的话，这是只是昨天哦，你可以看到这个死亡人数不高，可是 ICU 开始高的时候，这个死亡就会高。这里就是最担心的。等一下你看报告，今天晚上你看看 COVID-19 的话，如果这个高过这个数字的话，那我们应该是迈进了这个死亡的会比较越来越高的了。所以这一点你们要看看，你看这个 shoot 这已经开始要上了哈，所以可以说 Omicron 真的会造成什么问题？真的会造成另一波的大问题。昨天的是22000嘛，22000有很多人已经是康复了，可是呢，这个我们讲了14万人呢，他现在还是叫 active case， 就是 active case 就是说现在还在 quarantine 着，这个还没有减那个 pink color band， 现在没有 pink color band 了，我相信很多人没有 pink color band 了。然后呢，这个 home quarantine 呢很多99%、93% 都是 quarantine。你看看这一点，这一个很重要。你们如果是看这个 statistic 的时候，要看这一个部分。你看到我 arrow 希望你们看到 arrow， 然后这个 ICU 的这一部分你也是要看一看。如果这个数字越来越高的话呢，这个 percentage 越来越高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所以你这个我们以前有达过这里达到多少你知道吗？整20多30%。所以我相信我不想要这个数字上，我真的很不想这个数字上。还有这个 ICU， 以前我们达到58%，我们上一次ICU 是110到120%的 occupied rate 就是说 COVID 病人进入 ICU 后，造成了100%到120%的床位被满了，就是说全部 ICU 被已经满了，我们才拿多几张床加上去变成120%。那是上一年9月我们全部都经过最苦的那一年，最苦的那个月。这个就是我们我现在看这个 0.1， 我开始还是说还好，可是我很担心不要给它再上可能就是我们 booster，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的 booster 造成了这个可能性，把这个 ICU 降低了，没有这样多人好，你们看一看这个数据死亡率最高，这个是 per 1万人不是per 100万人所以2个星期里面的每2个星期里面的的数字 Perak 是最高的然后 Johor 第2，第3沙巴。为什么Perak 这样高了？为什么科大这样高呢？这个我就要问当地人，你们可不可以在下面 share 一下 comment 为什么你们地方会比较多这个 case？ 我不明白好，这个 vaccine 呢，等一下我再讲可以了，我直接讲完 vaccine 好我们马来西亚的 vaccine 的这个 rate 呢，如果是说全体来说。总数来说呢，有总数的人有78%，意思说大概80%的人打了2剂，然后只有一半的人，差不多一半的人打了 booster。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最新的数据是昨天数据。还有就是等一下好的，这就好，这样我就先做这个一点点的Delta的这个 Omicron 的东西。这个 Omicron 呢为什么这样恐怖？为什么这样厉害？你看看这个数字Omicron 的传染力呢是70 times of Delta。你还记得我们 Delta 那时候70倍Delta 那时候我们都怕得要死就是一中 Delta 就很危险呢，全部很怕进医院的可是每一个中 Delta 的病人的数字有70个人中的 Omicron 它的传染度多么快，多么的严重70个中 Omicron 的只有1个死亡和我们的 Delta 比起来的话，说如果我们的 case 有70倍 of 之前的 Delta 的话，那我们的死亡率跟 Delta 是一样。然后呢，这个 R0 呢很重要，这个 R0 就是传染力，所以呢，你看越高这 R0 呢，它传染力就越高。还有 Omicron 的那个病毒呢，它是在喉咙和气管这个地方繁殖的。它是这2个地方繁殖，然后在肺部呢是很少的，在肺部是很少繁殖的，所以呢 Delta 呢它是在肺部繁殖，可是很少在喉咙的。所以之前呢有一个报道就说，如果你要做唾液的那个 RTK 呢，或者是用鼻子做那个 RTK 的话，哪一个比较准呢？
如果是 for Omicron 的话呢，当然是喉咙的 swab， 或者是你拿唾液的会比较准。如果是 Delta 的话，鼻腔的那个筛检比较准。这就是不同。为什么你说在肺部怎样会跑到鼻腔？因为肺部的那个气管跟那个鼻腔是直接一条线的。然后呢Omicron 它是在这个喉咙我们那个喉咙的肉里面繁殖的，所以你直接直接去摸那个喉咙的那个肉，你就会拿到那 Omicron。可是呢那个 Delta 呢，就是从呼出来的时候，从鼻子呼出来的时候，它那个病毒跟着那个空气出来，所以你拿这个鼻孔的话比较准在这里呢还有 Omicron 它比较狡猾，为什么比较狡猾呢？记得我以前讲过的，每一个变种病毒它就尽量在我们身体要存留对久嘛，然后进你的身体的时候不要给宿主，不要给 host 发现，所以呢它的锁匙呢，开门的锁匙越来越准确，所以这个 Omicron 的这个锁匙很准确的，所以它一进来就是开门了，你完全不知道它进了你家，然后它完完全全鬼鬼祟祟进来的，然后呢在里面就作恶咯，所以它就会逃过我们这个免疫系统。所以每一次病毒的变种呢，它都会把自己进化到完全被我们人类看不到的，所以 Omicron 就在这里。所以它的传染力为什么这样厉害？因为它进入你身体是无影无踪，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中了这个病，然后你出去走街就传染了这就是为什么。好，这个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的最近的那个打疫苗的那个副作用的那个报告这是11月这个是在 February 11号，就是说在3天前不是在4天前刚刚出来的最新鲜的报告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 Comirnaty 就是我们的 Pfizer OK， Coronavac 就是 Sinovac， AstraZeneca 就是 AZ， Covidacea 就是我们的 CamSino， 然后这个 Covilo 就是我们的那个 Sinopharm， 这是中国的最后这是 cumulative 就是全部了好，你们不需要看这样多数字的不用先看，我只是教你看这一个罢了。Kada pelaporan serius diterima per sejuta dos， 28个 dos 有 side effect per thousand 28个意思说1 juta 就是100万嘛，对不对28个在100万里面有28个是有 side effect 这样子看，所以不是很多，是说，所以你就讲28除100万的话，那个就是那个 percentage， 所以是28个 out of 1 million这是26个 out of 1 million， 26个 out of 1 million， 这是14 out of 1 million， 所以总的来说呢是很低。好，这是第二 part of 这个我们的这个 COVID 你看到吗？这个是 primer， 这个是 Bengala。primer 就是说2个 dose complete 2个 dose Bengala 就是 booster dose。 OK， 看回这个 serious effect 也是一样，你看到吗？每一个100万里面有36个人有副作用这个是 for 我们2 dose 的 Comirnaty， 就是我们的 Pfizer 如果是说 booster dose 的话，你们说有很多 side effect 对吗？没有其实是6个 from 100万里面有6个人有 side effect 罢了。 OK， 想不想知道一下？这个是 Sinovac， 这是我们的 Sinovac， 所以它是在100万里面有27个人有这个 side effect， 然后呢在这个 Corona如果是打 booster 就是第3支你是打这个 Sinovac 的话只有7个人有 side effect， 大概是一样，只是说这里会多了10个人然后呢 AstraZeneca 的话呢比较低，它是33个人per 100万，然后这 AstraZeneca 如果是用它的是打 booster 的话是 3.6， 就是大概4个人，100万里面有4个人有副作用，所以要讲很强的副作用其实只有这样低咯，你27除以100万然后你这里下面有一个，你看到这个小小的字体吗总共呢我们到现在为止上一次开始打针到2月11号2022年的时候呢，有42个 case kematian penerima vaksin dos Bengala terima， 就是说人打了 booster dose 过后总共有42个 case 死亡，意思说从全部这个加完起来呢，从这个数字加完起来呢有42个死亡。然后呢你说混打严不严重呢？这就是有14个人是因为混打而死亡的，这就是最新的报告，42个 case 打了 booster 死亡，有14个人是打混打的我不知道是我找不到这个混打的资料，到底是 Sinovac Pfizer
还是 Pfizer、AstraZeneca， 或者是 AstraZeneca、Pfizer， 我不知道。我刚才去找那 KKM 问了几次，他们还是答不到给我，因为他这个 data 他说是 solid， OK， 不要紧，我拿到这个报告也算是给你们知道一下。所以说14个里面从这个1300万哈，里面有14个人是因为混打死亡的，好，所以你说安不安全呢？其实比起车祸的话，当然是安全过了。如果是中 COVID 的话，那就不是咯。COVID 的死亡率是4%哦，那是当时很高哦。中 COVID 的话，死亡率高过中疫苗啦，真的是。好，这个也是要解释给你们听一下。这个我也是做了几天的这个 research， 然后还做出这个表格给你们看。因为这个很多人会问我。到底我们应该打3个 dose Pfizer 还是打3个 dose Sinovac 啦？还是要掺打比较好？还是 Pfizer Sinovac 啦？还是 Sinovac Pfizer 啦 ？P 就是 Pfizer 哈 ，S 就是 Sinovac 哈，然后3剂 SSS 就是3剂 ，SSS 就是3剂 Sinovac。OK， 这个是原生新冠，就是第一个最那个就是我们的鼻祖了哈，新冠肺炎的鼻祖了哈。然后有 Beta、Delta、Omicron， 你们要知道一下，到底哪一个疫苗呢可以抗这个 Omicron 嘛，对不对？现在是 Omicron 的问题。好就算是打了2剂哈，很多人问嘛 ，Sinovac 真的是没有效吗？这样多人做不好的不是不好，它有保护力啊，看看它对 Omicron， 它其他都有保护力啊。它也有对 Omicron 有保护力的 ，OK？ 香港有2个报告，它第一个报告呢就说没有保护力，第二个报告最后出来还有保护力，就是 88% 保护力。这样我觉得，我看了这个香港的报告的时候，我觉得蛮安心啦，因为他说打了2剂Sinovac也有那个抵抗力啦，有88%啦。我们的 Pfizer 哈有一些报告说88，有些说90多，我拿最低那个就是88，也是蛮接近啦，还好啦 ，Pfizer 不是很差啦，可是呢，你们想不想知道打了 booster 过后呢，真的是有这样厉害吗？好，如果你是打 Pfizer 的话呢，你看看它的保护力它的保护力比起这个之前的2剂增加了55倍哦。然后呢，如果是保护 Beta 的话更厉害，它增加了120倍，它比起之前的2剂增加了120倍诶。所以呢，你这样子看到以此推类的话。如果是 Omicron 的话，你打了3剂 Pfizer 的话，你是比起这个88%乘以97倍，这样的意思，明白哈？好，如果是 Sinovac 的话，我打3剂又怎么样呢 ？Dr. Set 你看到它保护力吗 ？Sinovac 是7倍罢了，比起它打2剂的时候的7倍。你记得我刚才讲了吗？刚才2剂的话大概是88%到90%，这些全部都是88%、90%了哈。如果是7倍的话，就是说增强了这个的7倍，好过没有咯。对不对？好过没有了哈。这个是你看Beta是9倍 ，Delta 是6倍，可是 Omicron 不错20倍20倍所以我不是说Sinovac 不好，也不是说好不好，是看你们要怎样去打。因为我们国行要这个 Sinovac Pfizer 哈，你看Sinovac Pfizer 它是50倍啊，它差不多接近 Pfizer 哦 ，Sinovac Pfizer 然后呢，如果是 Beta 的话60倍。然后呢 ，Delta 是47倍，然后呢 ，Omicron 是84倍所以呢，你要不要混打呢？给你选择哦。你看你不混打的话是7倍，混打的话立刻就变成50倍你们自己选择。如果你是不混打的话有20倍啦，不错。可是如果你这混打的话是84，刚才我有share过给你们吗？混打的话死亡是14个人应该是1300万里面有14个人死亡，你们看看那个数据就除起来你知道大概有多少倍了好，然后呢，我继续讲完继续了这个是小儿科美国这个报告呢就出现了这个报告，就是说你看这个深青色的这个东西它就是小孩子中这个流感死亡，流感那时候还没有 COVID 的2015年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有这个 COVID 的时候，你看 COVID 的死亡率会198个，198个是因为 COVID， 然后 flu 是155。你还记得我们流感 A 吗？那时候全部抢着打 vaccine 呢，给小孩子然后可是2021年的时候呢，有539个小孩子呢因为 COVID 死亡，反而这个 flu 没有3个罢了。
然后呢，今年的年头2022年呢，已经有58个小孩子因为 COVID 死亡了。这个记得哈，这个只是说他们是从整个美国的那个数据来的，它不是说就是58个 from 多少人，它是几百万人的哈。只是说跟你讲的话，就我只是想把 share 这个东西，是因为告诉你，小孩子呢，因为 COVID 也会有这个风险。也有这个风险会有死亡率的哈，只是说不比大人这样恐怖。可是呢 ，Omicron 呢，它就是衰在什么地方呢？它对小孩子就是比较喜欢小孩子，这就是我最担心一点。Omicron 跟小孩子呢，他们是好像就是我们那个 chain reaction 就好像我们 nuclear bomb 这样子，小孩子就跑来跑去，他传染就喜欢传染给小孩子，然后小孩子就传染给大家，所以他的那个情况就好像那个原子弹这样子，他会一个传很快的。这个12岁到17岁这个我们马来西亚已经是98%的人打了这个小孩12岁到17岁有98%已经打了这个 vaccine， 所以我觉得已经是很厉害了。我们的 teenager policy 要做得很好。然后呢，现在是小孩子5岁到11岁呢是7%到昨天为止呢，我们已经打了总数的7%，不错，已经是开始有很多进展了小孩子呢大概是只需要2剂罢了。暂时性我是知道的那个 policy 是2剂罢了，他们没有打算到第3剂，暂时还没有。